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请了一位设计师来给我们设计房子，他现在人已经到上面了，我们去迎接他吧。我们这条路修好了之后，就打算开始动工修房子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趁着施工方还没有开始来硬化这条路，我们得提前把设计师给找好，这样的话也不会耽误时间。对，我们得多找几个设计师来给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怎么设计，或者让他们直接给我们设计和施工，要么就是让他们设计，让石头来给我们施工。对，反正就是设计的话需要花一笔费用，施工又是另外一笔费用。对，因为我们想的是石头这边，他只是会施工，他们不会设计，他也是找人设计嘛。然后我们找本地的人来设计，然后找他们施工的话，设计师可以随时来看，哪里该怎么弄嘛。因为我们这个房子，它设计的因素比较多，每个角落都要给它设计到位，所以看一下，对比一下哪位设计师更符合我们想要的效果图，然后就采取哪位设计师的。好像已经在上面来了，我们上去看一看。来了来了。久仰大名，我看那个前边儿也是的啥意的了。哦，这儿就是我做的。修得下面去了。哦，这样就方便多了哈。这是我们21年的就来这儿买的房子，然后也在没弄好。哦。我们现在这条路就差硬化了，可能得这个星期之内就要来。这个星期之内。主要是最近的下雨啊。啊。你们的大雁开多久了？我以前没看到过。住了12年了。住12年了。啊。这二点的是乱弄，没弄得好，这讲究。这就想的是通路了，我们就把这个房子打算给它重新改造一下。去打造好了嘛。精细化的打造。你们改过这种木房子没得？木房子没有，但是我们做过这样的。哦。啊。这个是我们自己打造的茶室。快来看一下，看不你们有哪想法、这些创意啊，帮我们参来一下。你定都赢了没呢？定都有，只是暂时临时拿的。临时拿的。哦。你首先是要结合周边。我们想做的那种风格就是，引入这自然的风景，两国就行了吧？民俗风格，就是自助的这种。因为我以前在外地拍旅游，做的这种民宿比较多，我又比较向往这种。其实这个地方就要引领这个景色太漂亮了。就要借着这个自然风景，然后大量的这种窗户来勾出来。像之前你这底口用这玻璃其实是对的。这些都是也不要扔掉的这些建筑垃圾，然后来镶在里面的。这确实是花心思，就是这东西还要到后期打磨。其实你这儿这个台子这个地方，往外延伸一点其实是最好的。延伸出来一个台面，对。这儿除了窗景位置比较好。又引领那种风景哈，那种现在。效果是非常好的。春夏秋冬这儿，然后秋天的时候就非常漂亮。你其实下雨了，这云雾缭绕的，其实是最好的。它这下雨了，云它就囤在这儿的，就感觉是在山顶上一样。就效果比较好。这个以前是个他们管牛的，然后把它削了，做的一个那样盖的。牛圈的嘛，原来的。这些都是后期铺的石板。这个就是我们当初这是第2年改石板了，没有。当时如果做不应该去用水泥墙。其实你做原生态的东西哈，我们更接近于。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做这种木房。后面呢，我又把这个思维改了一下，就因为现在大部分人他都喜欢这种简约性的一种民宿，就是不是木房型的。很多人都特别憧憬。像现在你们这种状态，对，是别个没得事情去过，他也是特别想要的。就像这儿这个围墙这个位置，我完全没有必要去这样去做它。换一种材质，
它的效果更强。所以我们前期都是自己想的不做一本，现在我也想的是，这个路既然通了，我也想找你们这种专业一点点，然后整体规划要看，啷个来改动。这种东西不要去花大成本去改造，对，而是要去就是真的是算是按亲力亲为的去做这个东西。我们现在做的一种就是想的是自给自足啊，享受生活，不是说要对外营业这种。然后尽量做到就是那种民俗性的。这外头这些就相当于类似于像梯田那个，其实这些夏季群就是梯田，以前它都是种豆蔻的。它的这种不规则的形状，其实后头是最好出成型效果的。先往先大概沟通，然后把你的需求和到这些结合去想，然后根据你的所想的，我们再来拟定一些初步的稿则，然后再慢慢的推动嘛，优化嘛。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它是后期我们加高梁，我在想要啷个做到安全又实用。我看你这儿窗景这个做起一定是想看外头的外景。对，我们到楼上去看下来。可以的，但是要爬楼梯哦。可以。这要对这木头，它的腐坏程度要去做一个相应的处理。对，因为这一是老木头，它经过热晒雨淋风化，它这个寿命就比较长久。所以说，第一，就想做这个地方，啷个把它的这种防腐性，先把它做到最好。不让它去腐蚀到嘛，再一些风化。因为木房子它做起来非常复杂。而且它这个不防火。现在做的就是木结构跟它转混，这些同时要把它结合起来。对，就是相对有些位置我保留它原始的木的结构，让它看那种效果。对，可能它就是原始化要好得多。这个反正在房顶，它还是木房子的房顶。是。这个东西不去改变了。对，就是我们如果说设计的话，就想把它整体规划，然后我们这后面这儿还有半杆楼，想的是能不能从这后面上楼梯上来。这个房子呢，我们快把它拆了，先搭个钢叶棚把它拆了，然后在里面再规划噻。看这些冰层板叶儿之前全部都是淋过雨的，全部都淋糊糟了。就是在房屋底部做一些加固，然后上楼的楼梯要规划好，好从哪个地方往上，然后客厅。然后有2个宅子了嘛，就是2个大人，中间可以做成会客厅，对，然后两边房子就是卧室，对，因为我们这房子最重要的就是休闲区，就是客厅了嘛，对，休闲区和到卧室。这些方钢钢管的话，它知道呢，无非是在底部有些地方呢做成一些加固，性胶，其实这些钢管它只是起到辅助，就是因为你晓得，像这些大梁包裹很多东西。它有点斜了，风吹日晒时间长，它就会倾斜了嘛。转混它可以跟它这种夹击的这个来做，它的效果会好得多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房子整体给它架空，就是做一个框架式的，然后根据你们的这个整体打造来说，大概要花好多钱呢？其实这个东西啷个说呢？对于我来说，我说的是我们要用原生态的一些东西来打造不一样的事情。不一定说一定要去花好多钱，但是要讲的就是，第一我们能够打造成自己想要的一个意境，对。第二就是呢，就真正的就能够做到，就是现代的一些东西能支撑它，这个过程，然后让它这个东西再重塑它最原来的样貌。在这种过程当中，我会结合一些新的东西、新的元素，来结合在这整块这头来。我们考虑是呢，比如说对这个成品制度是啷个来规划，然后后续我会帮你我会帮你出效果图。这个就相当于从群的一个过程，我们就把这个所有的功能区域，包括自己的一些需求，全部讲出来之后，后续我们再来做效果图，这个就是比较更好的还原了嘛。就是房间的布局，然后院子的规划，对，然后楼梯间的从哪里上？对，整开是一个大面积。因为今天天气可能情况不是很好，但是就是到时候我们来量的时候，我也要航拍。我是非整个群貌，我们是细节化的，就是每个地方啷个，我们都有个大致的规划，就是所有的东西我把你一并规划出来，你只需要提到你比如说想要的东西，我们尽可能的融入到你们自己想法。你可以先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概这个面貌，然后根据你们的想法来做。对，而且因为我们现在是一片空白，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想象的东西可能你所想要的，再结合我们专业上的东西。更快的让你去落实这个事情，它就最终能达到效果。因为我现在想的就是，因为我们前面
花了很多冤枉钱。现在想的就是，如果你这边方案可行，我们就全权交给你们来给我们设计，然后来施工。我想的就是要足够的用心把这个东西我们要规划得非常好。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位置，如果说房子改造不好，就比较浪费。主要是这里的风景非常好。是啊，我一路来，我刚才我就讲了嘛，我说一路来那种感觉，完全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。对，因为你根本就感觉不到在城市边上还有这么一个地方。我先把所有的东西你先看上了，满意了之后，我们再来聊后续的。第一就是让在成本上我们要去把控。然后就是这个价钱上哈，最终我们肯定有个总价，但这种东西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就是了呢，我不能马上跟你讲价，就是首先来说，第一，我的设计都没拿给你，我就帮你讲这个价格，其实是很不合理的。先把这个大概的设计出来了，然后需要用到材料。对，所说的这个成本上把控，我们就会把它比较精准，直至调整到你满意为止，我们再来做这个报价，这个就比较合理。如果说像这个窗景，我又帮你改几改。他根本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们主要就想注重小白鹭的形成尽量注重小白鹭，然后灯光也一定要配合好。这种灯光是尤为重要的，整个运路我们会考虑到整个灯光。这里还有个桌具，我一开始想的是给它做一个茶室，现在它已经歪了，就是倒的状态了，对，带平正了。帮它较硬，这个架子我们可以不要，但是我们可以记住它偷梁换柱的方式，给它重塑了嘛。重塑。就是你看嘛，这做这个时间长，20年。